电视剧《神隐》改编自星灵的同名人气小说，作为千古绝尘的续集，它讲述了白绝后代古晋与凤凰神女凤隐、水灵兽阿音共同联手拯救三界的故事。第一是，她是未降生的凤凰神女，下一任天地继承人却因为古晋的意外闯入，害她魂飞魄散。第二是，双弱主仆水灵兽与飞柴主人的勤修苦练，搞怪的拌嘴之路，相爱相杀。阿音原本沉睡在大泽山禁地之中，身为天地间仅存的一只水灵兽，古晋则由于犯下一桩错误而受到天地惩罚，被迫囚禁在这里。也是在此过程中，他意外发现了阿音，从此与他相伴。然而古晋内心深处爱慕着曾经为他解围的孔雀公主华舒，这让阿音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为了让凤隐元神得以重聚，阿音与古晋开始携手同行，探索三界各地，对抗各种怪物。两人渐渐相爱，所有事情其实都应当是顺应当前环境，而非固执己见。命运之神自然会为我们妥帖安排爱情。在时间长河中，古晋对阿音的深厚情感逐渐升华为热烈的爱。他们在魔族不仅拯救了小狐狸阿九，更因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鹰族公主燕爽。那段岁月充满欢乐，他们一同在妖界探险，在人世间锤炼身心，友谊超越了生死。两人在离开大泽山疗养期间，大泽山在一夜间惨遭灭门之祸，所有的线索和证据通通指向他们的伙伴狐妖阿九。此消息一出，仙妖两界顿时陷入混乱之中，而古晋却在这个危急时刻展现出强大的力量，成功蜕变为真神。同时他真实姓名也被揭露出来，原来他是上神之子。面对既强大又尊贵身份的古晋，阿音愈加自卑，不敢回应他的感情。此时此刻，他们的感情尚且未曾向对方袒露心声。另一方面，阿九却深陷困境，被指控犯下滔天罪行，要被惩罚。阿音无疑是最信任阿九的人，他认为阿九可能受到魔族的操控，暗中释放了阿九，结果自己反倒成为了仙界的叛徒。古晋这会儿是神，虽然喜欢阿音，却不能徇私。他也觉得阿九之事有蹊跷，不得不将阿音给关押起来。他的想法是关押可以避免被魔族给盯上，相当于是一种保护。此时狡猾的华舒借机挑拨离间，私下对阿音施加酷刑。古晋这时并不知道阿音已经遭受了6道雷劫，仙骨已被劈碎。阿音为了阻止两族大战再次现身，还被造谣与小狐狸有私情。古晋迫于世人的压力，要给一个交代，从大局出发，给阿音一顿惩戒，要剥离他的仙骨，除去他的仙籍。在他看来，虽然没有了修为，但是有万年寿元，就一击，阿音本就破碎的身体给劈得魂飞魄散。第三是，孤苦无依轮回30次，历经磨难，涅槃成神。自此，阿音在鬼界轮回百世，受尽孤苦，历劫完毕，跳下黄泉，涅槃重生，成为真正的凤隐。而回到天界的凤隐一直有之前的记忆，是不愿意与古晋相认。古晋看着眼前熟悉的一颦一笑，黯然伤神。阿音回归后一直调查阿九灭大泽山的真相，仙魔两界纷争不断。而古晋为了封印九幽炼狱，献祭自己。阿音最终明白他的苦衷，向上古寻求重生之法，才知道两人的命运已紧紧相系。在凤隐魂魄消散的时候，其实也带走了他的一丝魂魄。古晋得以重生，两人幸福生活在一起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。电视剧《神隐》缘起乃是颐和之子，按理说应该是聪慧无比，结果却是一个十足的恋爱脑，被华舒耍得团团转。特别是给华舒借遮天伞这一段，更是令人恨不得给他2个耳光。阿音之前对他说的那些话都成了废话。虽然说因为火黄玉说华舒害死了凤隐有一些牵强，毕竟不是他故意为之，但是怎么说华舒都有一定的责任，而华舒本身就是一个心机女。古晋就算不清楚，但是他为他隐瞒了火黄玉的事情，他10年没搭理他，然后敷衍他说忙于族内事情，他居然就信了，还给了他自己师父留下的至宝遮天伞。被他炼化之后，他居然也大方的送人，令人无法接受。相比起这些，更为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后面孔雀一族和魔尊勾结极深。虽然古晋或者说缘起并不清楚，但是他清楚弘毅是被魔族控制灭了大泽山的。阿音放走弘毅是因为寻找凤隐仙缘路上的友情，结果华舒倒倒一耙，说阿音勾结魔族。古晋清楚，却不想办法为阿音洗刷冤屈。
而华叔却趁着古晋不在，对阿英施加了雷罚，差点杀了阿英。后面古晋回来之后，又给阿英雷罚，导致了阿英魂飞魄散。至此之后，古晋一直在寻找阿英的魂魄，入了鬼界很多次。相信很多人都会很疑惑，剧版一开始为何就是阿英在鬼界忘川河吧？就是因为那一段是阿英转世了好几次之后，也就是被古晋用元神剑加上神雷杀死之后的几百年之后。而开局出现的修岩鬼君其实身份也非常的特殊，他其实不仅仅是修岩鬼君，还是鬼界之主敖哥。其实修岩敖哥真实身份乃是神界的神，一个长生，一个控死。可惜神魔之战修岩受伤，于是敖哥请求上古帮他聚拢魂魄，最后两人共用一副身躯酝养魂魄。而修岩其实算是阿英的朋友了。阿英转世了好几世，每一世都活不过18岁，他这才注意到了阿英，而他其实应该是明白阿英的真实身份的，却没有让阿英见古晋，让他每一世都死。原著中其实是阿英转世了27世之后，此时他已经和修岩成为好友了。见到缘起入鬼界找到阿英魂魄之后，他每一次转世才没有那么短命的。可以说修岩害了阿英27世。阿英其实问过修岩，普炎仙君杀死的女子叫什么名字？修岩说了一声阿英，他却会错意了。而直到很久之后，接近1000年的时间，缘起再度入鬼界，听到了阿英和修岩的对话，修岩一脚把阿英踹下了忘川河，于是阿英这才回归了凤隐的本体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凤隐才算正式涅槃。之所以修岩要如此做，应该是为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转世，让阿英的魂魄变得强大起来，唯有如此，凤隐才能转世。原著中也的确有提及，几百年的时间，阿英的魂魄已经比很多上君还要强了，可见修岩的确是凤隐复活的关键。最多不让阿英和缘起在鬼界相见，也是因为阿英说了，她若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女子，只怕是生生世世都不愿意见那个杀了她的普烟上君。修岩和敖哥可以说是用意极深，若不是他出手相助，阿英无法涅槃成凤隐，更无法复活。可以说他的确是阿英的贵人，如果没有他，阿英、凤染甚至是缘起，只怕都将会是悲剧收场。